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6月20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6月16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58.92，收盘价是260.54，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63.60，最低价是在257.20。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6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依然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并且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当日的成交量是 1.679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04 倍，略有量增。KD 值，快线的方向又转折向上。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即将转为上行走势。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变小，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的多头趋势在减弱。好，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6月16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上影线略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上涨的过程当中，在出现回档后又上涨的过程中。那6月15日这根 K 线就是回档的 K 线，接下来一根 K 线收盘价站上回档的这根 K 线的最高，然后成交量是略有量增，那出现了回后上涨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将预示着股价后续有可能会继续上行。好，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6月1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给出了2个方向，一个是股价会出现继续上涨，收盘价会在264附近；另一个方向呢，股价会出现回档，收盘价会在249附近。这是第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横盘，收盘价会在257附近。实际在6月16日收盘价是在260.54，出现了横盘。那我们预测的横盘它的收盘价和实际横盘的收盘价在点位上相差较大，但是它们的本质是相同的，就是收盘价依然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并且呢，收盘价不超过这根吊人线的最高，因为这个吊人线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好，那么也就是说，出现横盘，股价并没有给出明确的信息，是站上吊人线的最高来瓦解这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还是说出现了一个低位的收盘价跌破它而出现回档。那这样一来，其实也是给后续股价走势继续给出不确定性。好，这是我们对前一期预测的回顾和说明，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周 K 线图当中，因为我们现在做的这期视频呢是新的一周交易周的开始，那么我们同样来回顾一下在前几期内容我们在提到周预测时候的一些信息。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这2个绿颜色的水平线。我们预测股价在上一周呢，如果出现上涨，会达到上方的这个位置，是在262
2.5附近，对，是这个水平线。如果出现回档呢，可能会到达下方的这条绿颜色的线，是前低，是在212.5附近。然后呢，中间的这条红颜色线是我们给出周中的观察线，是231.5。那它是一个强支撑，也就是股价一旦出现回档的时候呢，这个位置呢将会成为股价的强支撑。而实际我们会看到，股价是在出现了继续上行，并且完成了一个目标，就是回补了上方的这个缺口。但是对于周 K 线图来说呢，它的收盘价并没有站上这个缺口上沿的，我们画的这个绿颜色的水平线。好，那么这是我们对这个3条水平线的回顾。那在上一周，股价是出现了上涨，收盘价站上了前一周 K 线的最高。那不足之处就是当周的成交量是量缩，价涨量缩呀，通常如果股价上涨到了相对高档的位置，那很容易在接下来一根 K 线会出现回档。对，所以这个量缩呢，我们认为不是一个很好的信息。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个信息，当然 KD 值是双线向上，这预示着在周 K 线图当中，股价是要继续上行的。那在 MACD 这个指标当中，我们会看到慢线即将要上穿零轴。那在接下来一周啊，如果这根慢线上穿了零轴，也就是双线在零轴的上方，那将确认目前的这个或者叫再次确认目前股价在周 K 线图当中的多头趋势，因为目前已经出现了头高底高的多头趋势。那一旦双线在上穿都在零轴的上方的时候呢，那么将更加确认这个多头的趋势。所以在接下来一周，我们如果股价继续出现上涨呢，将会再次确认这个多头的趋势。好，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说明。然后呢，我们再来给出本周的我们的预计，如果上行可能会到达的点位，我们上移这条绿颜色水平线到284。好，这是股价如果继续上行，那么我们认为在周 K 线图当中，它要恢复，也就是说要站上2022年9月26日当周这根 K 线的最高。所以说呢，我们把本周，也就是即将开始的这个交易周的，如果股价上行呢，我们认为股价有可能会到达284这个位置，也就是很可能会出现新高，对，但是呢不突破这根 K 线的最高，然后收在284附近。好，这是一个位置。然后呢，下方我们要给出一个，如果股价出现回档，因为这个地方是量缩，那么我们认为回档的可能性会到达244.5，也就是前一周 K 线最低的这个地方。好，那在周中我们要给出的观察线依然是下方的这个231.50，也就是股价一旦出现回档呢，我们认为前低会支撑住这个股价，然后遇支撑而在这个地方出现横盘，或者说是继续向上。但一旦股价说跌破了这个位置呢，将会
瓦解目前这个，或者不能称为瓦解，就是在周 K 线图当中将会出现回档，而出现回档，那股价的目标一定是要回踩5均值。那么231.5啊，正好是接下来一周当周新生成的5均值和当周 K 线的焦点也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认为在周中我们要观察这个位置，一旦出现回档，我们看看这个位置是否能够支撑住股价，同时它也是在之前这根周 K 线的实体部分50%的成本线，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认为它是如果股价出现回档，它是强支撑。好，这是我们给出的几个观察位。那2条绿颜色之间的这个区间呢，我们认为股价如果不出现深度回档，本周会在这个区间内运行。好，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回顾和说明。接下来我们回到日 K 线图。日 K 线图，那我们接下来分析6月20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走势的走势。好，那如果股价继续上行，第一个目标我们依然认为是6月14日这根吊人线的最高是在261.57。那它是一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只有站上它才能瓦解这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然后呢，瓦解它之后，股价呢将会，也就是一旦瓦解它，股价将会出现回后上涨。那出现回后上涨之后，一定会促使股价继续上行。所以第一个目标我们依然认为是261.57，因为目前股价的收盘价并没有站上它。那如果股价不出现上涨，不能站上这个位置呢，那在6月20日很可能在这个地方会出现遇压而出现折返，股价会出现折返向下。遇压我们是指股价很有可能在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冲高，出现一个新高，然后呢收盘价依然收在我们设定这第一个目标之下，也就是出现横盘。那这样一来呢，很可能会预示着股价后续会出现回档。对，好，所以呢，第一个目标将成为我们要特别关注的一个位置。好，一旦第一个目标被站上，我们刚刚说了会完成回后上涨，然后瓦解这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那我们认为一定会出现一个上涨的走势。第二个目标依然是289不变，第三个目标就是314。我们之前在视频当中多次提到过，那这一波上涨目前看涨到这个位置，它的目标就是314。当然，在到达314之前这个1号趋势线将会成为一个强压力。那1号趋势线和日后每个交易日 K 线的焦点的位置都是强压力，同时也是重要的标志，因为这个1号趋势线是由特斯拉股价历史的最高和接下来的2个低点建立的趋势。那一旦这条趋势线被突破呢，那我们说在目前之前的高点这是最后一根下行的趋势线了。那一旦这条趋势线被跌破呢，其实股价是很有可能去挑战历史的最高的。对，所以1号趋势线将成为压力。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
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现在我们要重新设立第一个目标，就是在6月15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我们加一条水平线。设定它为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的理由，就是这根 K 线它是回后上涨起涨的一根 K 线的最低，也就出现了一个低点。那股价一旦出现回档甚至下行，它的目标一定是要突破它，因为突破它之后就会出现底的一个短期的空头趋势，所以这是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然后第二个目标将是6月8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223附近，我们把它变换一下颜色。好，原来这是我们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然后第三个目标就是212这个位置，我们保留这个水平线。然后接下来195的这个目标呢，我们把它删除，因为上方已经有足够的股价下行的目标，并且我们会看到20日均线值现在已经到达了我们这个设定的第三个目标。那在6月20日当日20日均线值，我们测算将会到达222，也就是会到达这个缺口，所以上方的支撑啊也就越来越多。好，那么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那股价的下行啊，实际上我们认为在6月15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247这个位置，股价是如果出现回档，是很容易遇支撑而出现反转向上的。好，这是上行和下行的分析。那在6月20日盘中，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是在257这个位置。257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下限，同时它也和前一个交易日 K 线的最低重合。我们来上移一下这个观察线到257。对，盘中我们要关注这个点，就是一旦出现回档呢，那在盘中如果能够在5日均线值上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上行，或者说是在这个区间出现横盘，收盘价我们指的是。那一旦股价说出现低开甚至跳空的低开盘，在5日均线值下方运行呢，那么我们认为这个位置将会成为压力，对，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深度的回档。所以这个位置是我们要关注的点。好，这是我们对后续股价走势的分析。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说明。目前我们有4个仓位，这4个仓位的最后一次进场是在6月14日的盘前，是在261附近。好，目前我们是有这样4个多头的仓位。然后呢，我们如果这4个仓位目前都还没有出场，那么到了6月16日收盘价这个位置260.54，这个地方是在技术上是加仓或建仓的点位。因为收盘价超过前一日 K 线的最高，虽然没有完成回后上涨，回后上涨我们指的是
收盘价不仅站上前高，还要站上前面的最高点，对，所以它没有完成回后上涨，只是出现了回后上涨的这样一个走势，然后收盘价过前一日 K 线最高，成交量增，各项指标也都是指向上，所以在6月16日的收盘价是技术上的加仓或者建仓的位置，在260.54。那在我们做这期视频的时候已经收盘，那可以操作的呢是在6月20日盘前，对，是可能操作的位置。那目前我在做这期视频的时候的夜盘后的收盘价是261.485，所以之前的多头仓位在这个地方是可以加仓的，同时在这个地方也可以初次建仓。对，好，那我们依次来说一下。第一个仓位是有40%的仓位，如果在这个地方加仓，将会仓位的总值会达到45%。那么45%成本位应该是在224.5附近，在这个位置。那么这个成本位我们指的是在6月20日盘前5%加仓完成之后的成本位是224.5。那到了6月20日，我们对于这个仓位，我们要给出的停利的位置是在257，是守5日均线值的下限。停利我们指的是停止利润的损失。对，当然获利，我们说股价如果出现上涨，在任何的地方，目前所有的多头仓位只要获利，每一个点位都是好的获利的点位，对的。那停利是在257，如果在这个地方不想出场，我们等待回档后，有可能股价会继续多头趋势。那么对于这个仓位，止损位可以守20日均线值，20日均线值在6月20日将会到达222。好，这是我们对第一个多头仓位来说的。第二个多头仓位如果加仓完成后会达到20%，那么它的成本在247附近。对于这个仓位，我们给出的停利的位置依然是257，但是止损的位置我们给出的是247，我们要守6月15日这根 K 线的最低，跌破它应该即刻止损出场，这是纪律。第三个仓位是加完仓之后有15%，那么它的成本位是在257附近。对于这个仓位没有获利，我们给出的止损位同样是247。对不起，说错了，这个第三个仓位应该是15%。对，然后是加完仓之后15%，其他的都正确，就是成本是在257，止损是247。好，那第四个仓位加完仓之后，第四个仓位也就是最后一次进场是在这个吊人线的开盘价进场261附近。对，那么之前我们守止损一直是守250，守这个吊人线的最低。那么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并没有跌破它，所以在这个位置可以继续加仓5%，会
达到10%的仓位。那它的成本价呢依然是在261附近。对，那么它的止损我们给出的是247，守这根 K 线的最低。好，这是前4个仓位，分别是45%、20%、15%和10%。我们目前有这4个多头的仓位。那么，如果之前一直没有持仓，到了6月16日收盘，也就是6月可操作是在6月20日盘前，如果想进场，可以5%进场做多，那成本当然就是261附近。然后呢，对于这样的一个5%的初次建仓的仓位，我们给出止损位。依然是247，是这根 K 线的最低，或者也可以守5日均线值，守257这个位置都可以。好，但是247是纪律，是必须要出场的。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之前的4个多头的仓位和刚刚加入的一个新的仓位的多头仓位的说明。接下来我们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在6月20日，如果是一个低开盘，那将会有空头的进场。那么他们在这个位置的进场目标就是247。和回补下方的缺口，其中这个缺口的中线238.5是在这个地方。如果低开盘进场的空头，他们的目标是这2个位置。那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在263到265这个位置。这是第一个空头的位置。如果在6月20日它是一个高开盘，那我们认为股价在上涨到270附近的时候，可能在这个位置可能会有空头的进场。那么在这个地方进场的空头，他们的目标就是257和下方的247。那在270附近进场的空头呢，他们的回补位应该会在275附近，甚至更高一点的这个位置。好，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接下来我们来看看6月20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也请各位网友能够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第一个压力位就是上方的第一个目标是261.57到前高263.60，这是第一个压力。第二个压力位是275，是2022年9月30日这根 K 线的最高。第三个压力位就是289。下方的支撑，第一个支撑就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在257到260之间，这是第一个支撑。然后当然也包括前低，所以这个支撑啊，它也是一个强支撑。然后第二个支撑呢是6月15日这根 K 线的最低，也是股价回档的第一个目标，在247这个位置。同时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也到达了这个位置，是在246到247之间，它涵盖这根 K 线的最低，所以这个位置也是强支撑。强支撑不是
一定能支撑住股价，而是它是重要的标志。对，不容易跌破，但是一旦跌破呢，会改变目前股价的一个走势的性质。好，那第3个支撑就是下方的缺口235到242，其中缺口的中线238.5，它将是强支撑。那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会到达这个缺口，在222附近。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6月2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2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我们依然会给出2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继续上涨，如果是继续上涨，它将是高开盘，甚至有可能是跳空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61，最高上方会到达272。我们缩小图看看位置，272是在这个位置附近，然后收盘会收在269附近，大概是在这个位置。那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61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继续上涨。那我们说一旦出现这样的上涨呢，那将会更有利于推动股价在接下来的交易日继续上行。另外一个方向会出现回档，如果出现回档，它应该是低开盘，甚至是跳空的低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257，最低下方会回踩到249，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51.5附近，在这个位置。那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57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回档。如果股价既不出现上涨也不回档，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横盘。如果出现横盘，它将是一个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小幅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上方会到达266，也就是出现新高，然后最低下方会回踩到258，收盘会收在259附近。也就是出现这样的横盘会出现新高，然后收盘价依然回到上方的第一个目标的下方。对，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6月20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